俄乌战争第1091天，乌军反攻托列茨克，乌军空袭里海输油管道，造成油站停运。乌军在库尔斯克重创俄军，俄控制领土大幅缩减，俄军伤亡惨重，40%以上部队撤退。乌克兰黑海舰队启动巡航，俄罗斯舰船也需获许可。欧盟计划向乌克兰提供7000亿欧元援助，德国大选后公布。乌克兰获希腊 F-16援助，欧洲或将派遣3万名驻军。川普解除对以色列的武器禁令 ，MK84 炸弹送达。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室，我是雨桐，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2025年2月18日，俄乌战争已进入第1091天。一夜之间，乌克兰使用无人机成功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2个重要石油设施，其中之一是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伊尔斯基炼油厂。该厂每年生产650万吨石油。据报道，约有90架无人机和1枚海王星导弹参与了袭击，但目前尚不清楚这些袭击是否完全成功。另一个目标是里海输油管上最大的克鲁泡特金斯卡娅转运站，乌克兰派遣了7架无人机进行袭击，导致该站遭受了严重损毁。回到战场局势，托列茨克方向，乌军的反攻继续取得成果。托列茨克市曾一度完全被俄军占领，但不久后便被乌军成功反攻收复。现阶段，乌军特种部队已渗透至该市西北部，距离 ATB 市场不到500米。当前托列茨克街头巷战仍在进行中，如果乌军特种部队能够切断普罗武洛克特拉夫涅维3号道路，俄军第109机械化步兵团的众多士兵将可能被包围。与此同时，乌军第22机械化步兵营再次发动了向纽约镇方向的攻击，目标为涅奥尼季夫卡东南部。该战斗目前仍在进行中。在乌拉克利至科斯蒂扬诺皮利方向，顿涅茨克以西，俄罗斯发起的大规模机械化进攻取得了一定进展，目前已经进入乌拉克利的西部和南部郊区。乌克兰军方消息来源表示，乌拉克利大部分地区已被俄军占领，同时科斯蒂扬诺皮利也开始遭到俄军 FPV 无人机的攻击。在莱曼前线，俄罗斯部队持续进行步兵和装甲部队的进攻，乌克兰第63机械化旅则利用 2S-1 榴弹炮对敌方进行精准打击。尽管风雪交加且距离近10公里，至少有1架俄罗斯 BMP 被直接命中。乌克兰第3特种作战团的队员深入敌后，成功消灭了23名俄罗斯士兵。这些特战队员通过无人机侦察定位敌军，清除敌人藏身的工业建筑，并在坚守了48小时后安全撤离。乌克兰总参谋部公布的最新战果显示，乌军共歼敌1170人，俄军伤亡已达861090人。此外，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哈在阿联酋举行的国防博览会上表示，尽管战争持续，乌克兰仍然每年生产400万架无人机。与此同时，乌克兰也在积极寻求投资，推动远程飞弹和无人机的大规模生产。乌克兰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越来越强烈，特别是瞄准了俄罗斯的石油出口系统。2月18日晚间，乌军对俄罗斯南部库班地区发起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目标直指克鲁泡特金斯卡娅输油泵站。该泵站是连接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的里海输油管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隶属于俄罗斯 Transneft 石油公司。长期以来，管道承担着将哈萨克斯坦石油运送到新罗西斯克港码头的任务，并进一步转运至国际市场。这次袭击导致泵站发生猛烈爆炸，
并发生了大规模火灾。现场视频显示火光四射。Transneft 公司发布通报表示，克鲁泡特金斯卡亚输油站遭到7架无人机攻击，造成严重破坏，暂时停止运营。俄方表示，袭击的无人机不仅携带了炸药，还装置了破坏金属的零件，导致该设施至少需要2个月时间才能恢复。ISW 战争研究所分析，莫斯科方面之所以选择公布遇袭的细节，是因为里海输油管道牵扯到石油的进出口，同国际的经济往来密切。初步估计，哈萨克斯坦的石油产量可能会因此减少 30%。显然，这是一笔不小的损失，而将其归咎于乌克兰的无人机，这意味着俄方并不想承担这份损失。事实上，过去1周，乌军已连续空袭了多个俄罗斯能源基地，包括库班地区的伊利斯基油厂，显现出无人机打击能力不断增强。近期，法国与乌克兰宣布联合生产法国产 Eric 中程无人机，预示着远程攻击能力有可能进一步升级。在美俄绕过乌克兰直接对话的情况下，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可能会越来越频繁，俄罗斯的能源设施安全面临更大挑战。过去1周，乌克兰军方已对俄罗斯境内多个油库和炼油厂发起了连续空袭，集中打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就在1天前，乌军再次对库班地区的克拉斯诺达尔发起无人机群攻击，成功击中了当地的伊利斯基油厂。这一系列行动表明，乌克兰的无人机打击能力正在不断增强。近期，巴黎宣布将与基辅合作，共同生产法国产的 Eric 中程无人机，这预示着乌克兰的远程攻击能力将进一步提升。2025年2月18日，俄乌战争进入第1091天，乌克兰在多个战线成功打击俄军。根据乌克兰方面以及第三方媒体的数据统计，俄军在2024年11月占领的乌克兰领土面积为700平方公里，到了2024年12月，这一数字降至173平方公里，而2025年1月更是减少到86平方公里。自2022年2月以来，俄军控制的乌克兰领土仅剩23平方公里，另有数据为19平方公里。目前，俄军在3000公里战线上的推进速度每天仅为1平方公里，按照这一速度，即便持续100年，也无法占领乌东4州。根据乌克兰总参发布的最新战况数据，在过去24小时内，俄军共发动了122次战斗冲突，其中44次发生在波克罗夫斯克，其中27次为乌军主动进攻。俄军进行了55次空袭，投下67枚滑翔炸弹，并对乌军阵地和定居点发起了超过4000次炮击。与此同时，乌克兰武装部队摧毁了俄军的重型装备78辆门套，并消灭了1170名俄军士兵。俄罗斯军事观察员米洛舍维奇在国际文传上评论道：“太疯狂了，只有无人机，乌克兰人还没出现，战斗就结束了。”据防务快讯报道，目前在哈尔科夫待命的2万乌军战略预备队中的1万名部队已经进入库尔斯克，乌军可能有新的战术动作。在乌东战线的托列斯克至恰索夫亚尔一线，随着乌军增援部队的投入，俄军已无力进一步推进。乌军第10雪绒花旅和第28机械化旅在不同战场上成功歼灭了一支俄军机械化部队。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接触线没有发生变化，乌军在西南方向逐步形成了对俄军的围歼态势。此外，《世界报》今日报道，乌克兰收到希腊承认的30架退役 F-16CD 战斗机后，乌克兰的 F-16 战斗机数量将达到70架，足以组成至少3个 F-16 飞行中队。基辅希望能够尽快培养年轻飞行员，投入实际战斗。近期，乌克兰军队在顿涅茨克前线取得了重要进展，成功夺回了红军城西南部的皮沙内村。
俄军在乌东的推进不仅陷入停滞，而且付出了超过 2.2 万人的伤亡代价，导致战略行动受到严重挫折。根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军方官员表示，由于俄军在人员和武器上的大量消耗，推进速度显著放缓。乌军在红军城周围展开反攻，成功收复了失地。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为战争寻找公正和持久的和平解决方案，并强调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至关重要。俄军在乌东进攻受阻的原因包括乌克兰无人机的优势、补给困难以及后勤不足，同时俄军的高伤亡率严重影响了士气。从乌克兰无人机的优势来看，俄军的装甲部队在无人机的精准打击下遭受重大损失，而后勤补给未能跟上步伐。此外，俄罗斯士兵缺乏装甲保护，面临极高的战场风险，士气低落。乌军的反攻不仅收复了皮沙内村，还在红军城附近的科特林村发动了攻势。驻守该地的俄军约1万人，已有超过 40% 的伤亡，预计乌军将在本周内重新控制该区域。随着战况的发展，欧洲国家对乌克兰的安全承诺不断加强。2月17日，欧洲8国以及北约和欧盟在法国巴黎召开了紧急峰会。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荷兰等国的领导人与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达成共识，将为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军援与安全保证。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施凯尔、德国总理肖尔茨等欧洲领导人在峰会上讨论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乌克兰和平计划。英国首相施凯尔强调，欧洲必须确保乌克兰能够达成长期和平协议，以避免普京再次发动攻击，并指出这一问题不仅关乎乌克兰，也关乎整个欧洲的集体安全。德国总理肖尔茨则表示，西方国家应继续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并强调乌克兰不应被迫接受不利条件的和平协议。北约和欧盟领导人一致认为，在没有正式和平协议的情况下，推动停火是危险的。他们表示将视美国的支持程度，寻找各种可行的方案，以确保乌克兰获得更强有力的安全保障。乌克兰已经成功重新夺回黑海的控制权，并组建了一支新的黑海舰队。该舰队由护卫舰、攻击无人艇和高速巡逻艇组成，负责在黑海进行护航和巡逻，保护海上运输安全，并确保海上通道不再受俄罗斯的军事威胁。目前，所有经过黑海的商船和军舰都必须得到乌克兰方面的许可，特别是俄罗斯舰船。这是乌克兰宣示对黑海拥有主权的重要体现。黑海曾经是俄罗斯的内海，俄罗斯强大的黑海舰队曾是其海上力量的象征，而如今，俄罗斯的舰只已经大部分沉没。俄罗斯的黑海舰队也已转型为新的黑海潜艇部队。在这3年的战争中，俄罗斯原本不可一世的黑海舰队已被去军事化，剩余的舰只从塞瓦斯托波尔港撤退，转移至新罗西斯克港，之后又躲到了更远的阿布哈兹奥恰努蒂勒湾。俄罗斯方面称这一举动为以退为进。乌克兰海军发言人德米特罗·普列滕丘克在国家电视台上表示，数字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定性指标。我并不专指俄罗斯失去的船只，而是强调我们已完成的重要阶段。俄罗斯黑海舰队已经撤出克里米亚。他还提到，另一个重要阶段是亚速海已经从俄罗斯军舰的控制下解放出来。随着德国大选临近，欧洲正在酝酿一项重大的对乌克兰援助计划。据消息人士透露，这笔援助金额可能高达7000亿欧元，远超目前对乌克兰的军援总额。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在2月17日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表示，欧盟正在准备一项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援助方案。他暗示，这笔援助的金额有可能达到7000亿欧元。这项计划将极大超出目前已提供的1340亿欧元援助，其中德国提供的440亿欧元占据较大份额，是仅次于美国的援助国。随着德国大选仅剩几天，
预计欧盟将在选举后正式公布这项援助计划。另外，根据最新民调，支持乌克兰的梅尔茨有望成为下一任德国总理。梅尔茨曾明确表示，德国将继续支持基辅，并计划在上任后为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导弹。在大选结果出炉后，欧洲的援助计划也将揭晓。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理施米加尔宣布，欧盟委员会将在下周访问基辅，双方将讨论进一步的援助方案以及针对俄罗斯的新制裁措施。同时，乌克兰加入欧盟的问题也将在会议上提上日程。欧盟已经在初步讨论对乌克兰的军援计划，第一批援助金额为50亿欧元，包含150万发炮弹、额外的防空系统和远程导弹，以及对乌克兰部队的培训。随着乌克兰空军的活跃和得到新援助，希腊有可能将其全部32架 F-16战斗机提供给乌克兰，完成自身空军的现代化升级。这一消息虽然尚未得到希腊官方确认，但据世界报透露，希腊计划将 F-16战机移交给乌克兰，预计这一决定将在不久后正式宣布。此外，乌克兰已经收到了近70架 F-16战机，这意味着其空军将能够大规模参与前线战斗。乌克兰的 F-16战机频繁出现在距离前线仅200公里的地方，可能已经开始参与实战。另一方面，关于欧洲派遣驻军的消息也在不断升级。除了英国表态愿意派遣驻军外，瑞典外长玛利亚也表示，瑞典不排除向乌克兰派遣军队以提供安全保障。华盛顿邮报报道，欧洲可能会向乌克兰派遣 2.5 万至3万名驻军，但预计这些部队不会直接部署在第一线。法国可能会派遣近1万名士兵，而英国和德国的领导人也表示支持这一计划。以色列国防部宣布，在美国总统川普解除前总统拜登政府对以色列出口弹药的禁令后，以色列已收到一批来自美国的 Mk84 重型炸弹。川普在佛州表示，尽管以色列与哈马斯已达成停火协议，他依然决定解除禁令，秉持通过实力确保和平的理念。路透社报道，川普今天在佛州对媒体表示，尽管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已达成停火协议，他仍解除了拜登政府时期对以色列出口炸弹的禁令，因为他秉持着通过实力确保和平的理念。Mk84 是重达2000磅的无导引炸弹，能够穿透厚重的混凝土和金属，且爆炸产生巨大的半径效果。由于担心这种炸弹可能对加沙走廊密集人口区造成影响，拜登政府曾拒绝批准将 Mk84 炸弹出口到以色列。然而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起攻击后，拜登政府向以色列交付了数千枚2000磅炸弹，但后续一批炸弹却被扣留。川普在上个月解除了这一限制，允许炸弹出口。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昨晚表示，今晚运抵以色列的军火是由川普政府放行，对以色列空军和国防军 IDF 来说，这是一项重要资产，进一步证明了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坚固同盟关系。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